我发现丈夫陈志明养小37年时，正准备大闹一场离婚分家产，没想到婆婆听完后，竟然一把拉住我的手：“雅雅，你先别急，听妈的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”我愣住了，这反应完全出乎意料。婆婆神秘一笑：“咱们家的千万资产，一分都不能便宜那狐狸精。妈有个绝招，保证让她血本无归。”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回想起来，我和陈志明认识已经10年了，结婚也有8年。当初我们是同学聚会上认识的，他那时刚从工地回来，满身灰尘，却笑得很阳光。我在银行工作，家境不错，父母开始还不太同意我们在一起。陈志明很努力，从一个普通的工人一路爬到项目经理，现在手下管着几十号人。我们在城北买了一套120平的房子，还有一辆25万的车，在外人看来是标准的中产家庭。婚后前几年，我们的感情还算不错。陈志明虽然工作忙，但对我很体贴，逢年过节都会给我准备礼物。婆婆也很疼我，经常说儿媳妇比女儿还亲。我们唯一的遗憾就是一直没有孩子，检查了好几次都没问题，可就是怀不上。大概从3年前开始，我感觉陈志明有些变化，他开始频繁加班，经常晚上10点多才回家，周末也很少陪我。我问他是不是工作压力大，他总说现在建筑行业竞争激烈，不努力就会被淘汰。我理解他的辛苦，所以一直没有多说什么。直到最近，我才发现事情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。那天我在整理陈志明的衣服时，从他西装口袋里掉出一张小纸条。我本来想直接丢掉，可无意中瞄到上面写着陈小雨，父亲陈志明，下面还有儿童医院的印章。我的心猛地一跳，陈小雨，这是谁的孩子？为什么父亲一栏写的是陈志明？我拿着那张纸条，手都在发抖。我们结婚8年，一直没有孩子，现在突然出现一个不认识的孩子，而且父亲竟然是我丈夫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仔细看了看那张纸条，这是一张门诊挂号单，日期是上个月的，科室是儿科，医生姓名也很清楚，这不可能是假的。那天晚上陈志明回来时，我故意试探他：“志明，公司有同事的孩子生病了吗？我看你最近好像很关心孩子的事。”陈志明愣了一下，然后若无其事地说：“没有啊，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就是随便问问。”我盯着他的眼睛：“你不是一直说想要个孩子吗？要不我们再去医院检查一下？”“不急，不急。”陈志明快速地转移话题。“对了，明天我可能要出差几天，有个工地需要验收。”我心里更加确定有问题。以前陈志明出差都会提前告诉我，而且会详细说明去哪里，什么时候回来。现在他越来越不愿意和我分享这些细节。第2天，陈志明一早就出门了，说是去出差。我请了半天假，决定自己去查个究竟。我来到那张挂号单上的医院，找到收费处，我编了个理由，说是陈小雨的家长，需要查一下之前的就诊记录。护士很热情，帮我查了电脑。陈小雨8岁，上个月来看过感冒，是爸爸陈志明带来的，留的联系电话是……他报出的电话号码正是陈志明的手机号。我的心彻底沉了下去。我又问：“那孩子的妈妈呢？”记录里写的是王丽萍，不过上次来的只有爸爸一个人。护士看了看我：“您是？”
我慌忙编了个理由离开了医院，坐在车里，我脑子一片混乱。陈小雨、王丽萍，这些陌生的名字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。我丈夫有了别的女人，还有了孩子，而且孩子都8岁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在我和他结婚的时候，那个女人就已经存在了。我想起结婚那年，陈志明确实有一段时间很忙，经常晚归。我当时以为是工作原因，还心疼他这么辛苦。现在想来，他可能是在照顾那个女人生孩子。我越想越气，恨不得立刻冲到陈志明面前质问他。但理智告诉我，我需要更多的证据。回到家后，我开始翻查陈志明的东西。在他的书房抽屉里，我发现了一张银行卡。这张卡我从来没见过，卡号也不是我们的联名账户。我想方设法搞到了这张卡的密码，然后去银行查询交易记录。当我看到那些密密麻麻的转账记录时，我几乎站不稳了。每个月的25号，这张卡都会向同一个账户转账5000元，备注栏写着生活费。我往前翻查，这样的转账记录竟然持续了17年。17年，5000元每月，我粗略算了一下，总共超过100万元。而且在某些特殊月份，比如春节、中秋节，转账金额会更多，有时候是1万，有时候是2万。我查看了收款方的信息，户名就是王丽萍，这个名字和医院记录里的完全一致。我拿着银行流水单，整个人都在发抖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陈志明在外面养了一个女人整整17年，而且这17年里，他每个月都给那个女人生活费，逢年过节还会额外给钱。更让我绝望的是，这17年包括了我们恋爱和结婚的所有时间。也就是说，从我认识陈志明开始，他就有了别的女人。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他的唯一，原来我只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。我想起这些年来陈志明对我的好，那些甜言蜜语，那些体贴入微，原来都是假的。他在给我买礼物的同时，也在给另一个女人生活费。他在和我规划未来的同时，也在和另一个女人过着夫妻生活。我坐在银行的椅子上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周围来来往往的人群，没有人注意到我的崩溃。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小丑，被戏弄了整整10年。回到家后，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哭了整整1下午。我想到了很多，我该怎么办？是直接和陈志明摊牌吗？还是假装什么都不知道？如果摊牌的话，结果会怎样？陈志明会选择和我离婚，然后和那个王丽萍在一起吗？我们的房子、车子、存款怎么分割？我突然意识到，我甚至不知道我们家到底有多少资产。这些年，陈志明的工资卡虽然给了我，但他还有奖金、项目提成这些收入，我并不清楚具体数额。而且他是项目经理，手下有那么多工程，会不会还有其他我不知道的收入？我开始仔细回想这些年的生活。陈志明确实赚得不少，我们的房子是全款买的，车子也是全款，家里还有不少存款。按理说，以他一个项目经理的收入，能同时养2个家庭确实不容易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的收入远比我想象的要多。那么这些钱都来自哪里？是正当收入吗？我越想越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如果陈志明真的有很多灰色收入，那么我和他离婚的话，可能分不到什么财产，因为那些钱可能根本就不在明面上。我需要更多的信息，需要更详细的调查，但我一个人的力量有限，而且我也没有调查的经验。我需要帮助，
我想到了我的闺蜜小文，她是律师，对这些事情比较懂，但我又担心说出去会影响陈志明的名声，毕竟我们还没到不可挽回的地步。想来想去，我决定先和婆婆谈谈。婆婆一直很疼我，把我当亲女儿一样，而且陈志明是她儿子，如果他真的在外面胡来，婆婆也不会坐视不管的。那天傍晚，我去了婆婆家，婆婆正在厨房准备晚饭，看到我来了很高兴。雅雅来了，志明呢？他出差了。我坐在客厅里，心里组织着语言，这孩子工作这么忙，也不知道多陪陪你。婆婆端着菜出来，雅雅，你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没休息好？我看着婆婆慈祥的脸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我深呼吸一口气，决定把事情说出来。妈，我有件事想和您说。我拿出那张挂号单和银行流水，这些是我在志明东西里发现的。婆婆接过去仔细看了看，脸色逐渐变得严肃。她看了很久，然后放下纸张，叹了一口气。雅雅，你发现了？她的声音很平静，没有我想象中的震惊和愤怒。我愣住了。妈，您知道？婆婆点点头。我早就怀疑了，只是没有证据。那您为什么不说？为什么不管志明？我有些激动。婆婆拉着我的手坐下。雅雅，你听妈说，男人在外面有女人，这事情很复杂，如果处理不好，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。我不理解，可是这样下去，我们家的钱都被那个女人花了，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啊。婆婆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我从未见过的精明。雅雅，你先别急着闹，听妈的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装作不知道。我更加困惑了，为什么？婆婆神秘地笑了笑，咱们家的千万资产，一分都不能便宜那狐狸精。妈有个绝招，保证让她血本无归。听到婆婆这么说，我既震惊又好奇。震惊的是婆婆说我们家有千万资产，好奇的是她口中的绝招到底是什么。妈，您说千万资产，我们家真的有这么多钱吗？我问道。婆婆点点头。雅雅，你以为志明这些年就是靠工资过日子的？他手下管着那么多工程，里面的门道多着呢。我恍然大悟，难怪陈志明能同时养2个家庭，原来他的收入远比我想象的要多。那您说的绝招是什么？我迫切地想知道。婆婆神秘地摆摆手，这个急不得，需要慢慢来。不过你记住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该怎么对志明还怎么对他，甚至要比以前更好，更好。我难以置信。妈，他在外面养女人，我还要对他更好，这就是计策的关键。婆婆认真地说，如果你现在就闹，志明肯定会防着你，到时候想转移财产都来不及。但如果你装作不知道，他就会放松警惕。我开始明白婆婆的意思了。您是说，趁他不注意的时候，我们先把财产转移？聪明。婆婆拍拍我的手，不过这是要做的天衣无缝，不能让他发现任何蛛丝马迹。可是我不懂这些啊，怎么转移财产？我担心地问。这个你不用担心，妈来安排。婆婆站起身，你只要按我说的做就行。记住，在家要比以前更体贴志明，让他觉得你们夫妻感情很好。在外面也要表现得很幸福，不能让任何人看出端倪。我点点头，虽然心里还是很难受，但婆婆的话让我看到了希望，至少我不用眼睁睁地看着家产被外人分走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婆婆继续说，你要主动和志明讨论投资理财的事，表现得对家庭财务很感兴趣，这样我们才有机会了解他到底有多少钱，这些钱都放在哪里。我明白了。
我深深地看着婆婆，心里涌起一阵感激。如果不是她提醒，我可能就冲动地和陈志明摊牌了，到时候真的会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从婆婆家回来后，我对着镜子练习了很久，怎样才能表现得自然一些？我不能让陈志明看出我已经知道了他的秘密。3天后，陈志明出差回来了，我特意做了一桌好菜等他，还买了他爱喝的红酒。老婆，今天什么好日子啊？这么丰盛。陈志明显然很意外，没什么特殊日子，就是想和老公好好吃顿饭。我笑着给他倒酒。你出差辛苦了。陈志明有些感动，还是老婆好，知道心疼我。那当然，我不心疼你，谁心疼你？我强忍着心中的厌恶，装出甜蜜的样子。吃饭的时候，我按照婆婆的建议，开始试探性地提起投资的话题。志明，我同事说现在买房投资很赚钱，要不我们也买套房子？陈志明喝了一口酒。买房啊，现在房价这么高，投资风险也不小。可是我们总不能让钱在银行里睡觉啊。我继续说，而且现在通胀这么厉害，存银行就是贬值。你说的有道理。陈志明想了想，要不这样，过几天我们一起去看看房子，如果有合适的就买一套。我心里一阵窃喜，这说明陈志明确实有不少钱，而且他愿意和我讨论投资，这正是婆婆希望看到的。那太好了，我装作很兴奋的样子。我们要买多大的？大概什么价位？先看看再说，不过至少要200万以上的，太便宜的没有投资价值。陈志明随口说道。我暗暗吃惊。陈志明说200万就像说20万一样轻松，看来他手里的钱确实不少。那天晚上，我们久违地亲热了一次，虽然我心里很抗拒，但为了计划的成功，我必须表现得和以前一样。陈志明搂着我说，老婆，这段时间工作太忙，冷落你了，等这个项目结束，我们去旅游吧。好啊，去哪里？我问。去三亚怎么样？你不是一直想去看海吗？我想去。我靠在他怀里，心里却在想，你还记得我想去看海，可你记得那个王丽萍想要什么吗？接下来的几天，我按照婆婆的指示，表现得比以前更体贴。每天早上给陈志明准备早餐，晚上给他准备洗澡水，还经常给他按摩。陈志明明显很享受这种待遇，对我也更加温柔。有时候我看着他满足的样子，心里就会涌起一阵恶心。这个男人怎么能这么虚伪？一边享受着我的体贴，一边在外面养着别的女人。3个月后，就在小三怀孕准备逼宫的关键时刻，陈志明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挂断电话后，他慌张地在房间里翻箱倒柜寻找什么，额头上冷汗直冒。我装作关心地问，怎么了？他颤抖着声音说，完了，全完了。这时，婆婆慢悠悠地从厨房走出来，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，脸上挂着我从未见过的诡异笑容。当她把文件袋里的东西拿出来时，我整个人都傻眼了。婆婆从文件袋里拿出的竟然是一张离婚协议书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陈志明和王丽萍的名字，离婚日期就在昨天。我愣住了，妈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婆婆得意地笑了，雅雅，你还记得我3个月前教你怎么做的吗？装瞎，装傻，装不知道，然后配合我的每一个步骤。现在是时候告诉你真相了。陈志明瘫坐在沙发上，脸色惨白。妈，您到底做了什么？我做了什么？婆婆冷笑，我救了我们家的千万资产。如果不是我教雅雅装瞎，
你早就把家产全部转给那个狐狸精了。我这才恍然大悟，妈，您说的装瞎是指？对，就是装作不知道志明在外面养女人的事，然后配合我一步步把财产转移。婆婆坐下来，详细解释道：“你还记得我让你做的那些事吗？”我回想起这3个月来的经历，按照婆婆的指示，我表现得比以前更加温柔体贴，还主动提出要和陈志明一起做投资规划。我让你装作对家庭财务很感兴趣，是为了摸清志明到底有多少钱。婆婆继续说，然后我让你装作很信任他，主动要求把所有财产都集中管理。你记得你签的那些文件吗？我点点头。这3个月里，我确实签了很多文件。婆婆说是为了方便投资理财，那些文件里有房产过户协议、公司股权转让书、银行账户变更申请，还有各种投资凭证。婆婆从文件袋里拿出一沓厚厚的文件。现在我们家的所有财产，包括价值800万的房子、200万的公司股权、150万的银行存款，还有50万的投资理财产品，全部都在你名下了。我震惊地看着那些文件，这怎么可能？很简单啊，婆婆得意地说，我利用志明对你的信任，让他主动配合我们转移财产。他以为是为了避税和投资便利，实际上是在帮我们夺回本就属于我们家的钱。陈志明这时候才反应过来，妈，您的意思是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？没错，婆婆拍手叫好，你现在是真正的净身出户，而且最妙的是，这一切都是你自己同意的，有你的签字和手印为证。我开始明白婆婆的高明之处了，她没有选择直接揭穿陈志明，而是让我装瞎，然后利用陈志明的愧疚心理，一步步引导他主动转移财产。妈，可是这样做合法吗？我担心地问。当然合法，婆婆自信地说，所有的手续都是正规的，所有的签字都是本人亲自签的，而且我还有一个更大的惊喜。她又从文件袋里拿出一张纸，这是王丽萍签的财产放弃声明书。什么？她怎么会签这个？我不敢相信。婆婆狡黠地笑了，这就是我教你装瞎的另一个目的。这3个月里，我暗中联系了王丽萍，告诉她志明准备和你离婚，然后娶她为妻，条件是她必须签署这份声明，放弃对志明现有财产的任何要求。她相信了。我问，当然相信了。婆婆得意地说，因为你这3个月的表现太完美了，你装作深爱志明的样子，还主动提出要给他们母子买房子，让王丽萍觉得你是个好欺负的傻女人。她以为只要签个字，就能得到志明的全部爱情和一套房子，当然愿意签。我恍然大悟，原来婆婆让我装瞎，不仅是为了转移财产，还是为了麻痹王丽萍的警惕心。可是妈，您刚才说的离婚协议书是怎么回事？我问道。婆婆的笑容更加得意了，这才是我最绝的一招。昨天我拿着伪造的证据，告诉王丽萍说志明在外面还有第3个女人，而且已经有了孩子。我说如果他不主动离婚，志明就会净身出户，到时候他什么都得不到。他信了，岂止是信了，简直是迫不及待的要离婚。婆婆冷笑，她以为离了婚就能分到1半财产，哪知道志明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了。陈志明这时候终于明白了，妈，您是说我和丽萍已经离婚了，而且我现在一无所有？没错，婆婆拍案而起，而且最妙的是，这一切都是按照法律程序来的。你和王丽萍自愿离婚，
财产早就转移到了雅雅名下，一切都合理合法。我看着婆婆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这个看似慈祥的老太太，竟然有如此缜密的心思和高超的手段。妈，可是您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要帮我？我问道。婆婆握住我的手，雅雅，这些年你对我们家的好，我都记在心里。更重要的是，你是个有良心的人，知道感恩。而那个王丽萍呢？除了要钱还是要钱，从来没有把我当回事。还有一点，婆婆继续说，我需要一个能信任的人来保管这些财产。志明太软弱，容易被女人迷惑，但你不一样，你有原则，有底线，不会被金钱迷昏头脑。正在这时，门铃响了，陈志明去开门，外面站着王丽萍，她的脸色很难看。志明，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。王丽萍冲进来，为什么银行说你的账户里没有钱？为什么房产局说房子不是你的？婆婆站起来，冷冷地看着她，因为这些财产本来就不是她的。什么意思？王丽萍愤怒地问。意思就是你被骗了。我平静地说，这3个月来，我一直在庄下，配合婆婆转移财产，现在所有的钱都在我名下，而你已经和陈志明离婚了，什么都分不到。王丽萍瞪大了眼睛，不可能，你们这是诈骗！诈骗！婆婆冷笑，所有的手续都是合法的，所有的签字都是你们自愿的，你要告就去告，看看法院会怎么判。王丽萍颤抖着声音说，我要告你们，这些钱有我的一半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些钱有你的一半？我反问。这些财产都是我的名字，是我的银行卡，是我签的合同。你只是陈志明的前妻，而且你们已经离婚了。王丽萍这才意识到自己被彻底完了，她转向陈志明，志明，你说话啊，这些钱有我的份。陈志明苦笑着摇头，丽萍，我也没想到会这样，我现在确实什么都没有了，那小雨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王丽萍开始哭泣，我看着她，心里有些不忍。王丽萍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我可以给你20万作为小雨的教育费，但是以后你不能再来找我们要钱了。20万？王丽萍不敢相信，我要100万，你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。婆婆严厉地说，20万已经是看在孩子面子上了。王丽萍看了看我们，又看了看陈志明，最终无奈地点了点头。第2天，我按照承诺给了王丽萍20万，她带着孩子离开了这个城市。至于陈志明，他现在真的是一无所有了。他找我谈过几次，希望我能给他一点钱东山再起，但都被我拒绝了。志明，我平静地对他说，我可以给你2个选择。第一，我们办离婚手续，你净身出户。第二，你继续做我名义上的丈夫，但是要完全听我的安排。陈志明想了想，选择了第2个。他知道自己现在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。现在的陈志明就像一个被圈养的宠物，每个月我给他一点生活费，让他维持基本的体面。他不敢再有任何出轨的想法，因为他知道一旦被我发现，连这点生活费都没有了。婆婆对这个结果很满意，她经常对我说，雅雅，这就是妈教你的智慧，有时候装瞎比睁眼更有用。我也渐渐明白了婆婆的良苦用心。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，善良和真诚固然重要，但有时候也需要一些手段和策略。现在我掌握着千万资产，过着富足的生活。我用这些钱做投资，做慈善，也资助了一些需要帮助的女性。有人说我和婆婆太狠毒，但我觉得我们只是在保护自己应得的利益。如果我当初选择直接摊牌，
可能真的会竹篮打水一场空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婆婆教我装瞎的这3个月，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。我学会了隐忍，学会了策略，也学会了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选择。而陈志明则为他的背叛付出了应有的代价，他失去了财产，失去了情人，也失去了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。这就是我的故事，一个关于智慧、策略和复仇的故事。在这个故事里，婆婆是最大的赢家，她用自己的智慧保护了家族的财产，而我则从一个被欺骗的妻子变成了千万资产的主人。婆婆经常说：“雅雅，妈太绝了吧？”我总是笑着回答：“是啊，妈太绝了。”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